每日更新最新短剧，感谢订阅。男人明明正在洗手间，可下一秒却消失不见。他总是不受控制的穿越，凭空的出现在任意时间、任意的地点。可令他无比尴尬的是，衣服并不会和他一起穿越。于是他每穿越一次，只能四处搜寻合适的衣服来穿。可也因为这样，他总被当成小偷给抓起来。不过他一点也不虚，因为他很快便会穿越回去。Jesus Christ！而这不受控制的穿越神力也总是令他烦闷不已，衣服便是其中的一个难题。不过唯一毋庸置疑的是，便是每一次穿越所见到的人都在他的生命中占据着无比重要的位置。而在他30岁这天，他便通过时空穿越来到了一个小女孩的身边，他一眼便认出了这是6岁时的妻子。亨利告诉小女孩，自己不仅拥有时空穿越的魔力，还见过长大后的你。 Am I pretty? Yes. Very. Prove you're from the future. Your name is Claire Absher. Well, if you hang around long enough, you'll see me disappear.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，女孩却莫名的有些不舍。接着她便惊讶地发现，男人真的如同过眼云烟般消失在了自己的眼前。小女孩忽然觉得他这么酷，一定是上天为自己安排的王子。自此以后，亨利会不由得经常穿越到这里。克莱尔不仅会提前为他备好衣服，还会给他带上一根美味的鸡腿。女孩会分享一些开心和不开心的事儿，而亨利也会不厌其烦地耐心倾听。Are you married? Yes, I am. Do you love her? Yes. Very much. 听到这里，小女孩顿时黯然神伤，没想到心目中的王子已然结过婚了。然而小女孩却没有发现，亨利的嘴角已不由得微微上翘起来。原来小时候的妻子竟这么可爱，就这样时不时地陪伴了克莱尔12年，直到克莱尔18岁时，他像往常一样穿越来到了妻子的身边。然而亨利却似乎有心事一般。而克莱尔也发现了亨利的异常，他并没有告诉克莱尔原因，并莫名地夺走了女孩的初吻。不知道为何，自此以后，克莱尔便再也没有见到过亨利。然而，直到2年后的一天，克莱尔偶然来到一个图书馆，他竟再次见到了亨利的身影。于是，克莱尔激动地上前，那无法抑制的情感顿时在此刻溢出，泪水也不由得在眼眶打转。原本以为再次相见会是一场炽热的久别重逢，却没想到亨利似乎并不认识自己。然而，很快他就发现，此时的亨利显然要年轻得多。原来他并不是靠穿越过来的，这也就表示他们在同一个时空里，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相见。 Do you like to have dinner with me? And I'll explain. Henry, we've been planning this dinner for a long time. Go to the bow tie. It's your favorite. Okay. 这是亨利第一次见到自己，可自己却早已见了无数次的亨利。虽然此时的他十分茫然，但这种奇事发生在亨利的身上，却也似乎不足为奇。他们如约来到餐厅。You do understand why it is I don't know you. Of course. When you're older, you'll travel back to when I'm a little girl. 克莱尔激动地告诉亨利，我从6岁就已经认识了你，因为你经常穿越到我的小时候，并且每一次穿越，我都会将它记在我的日记里。Yeah, it's like gravity. Big events. Pull and when. I was a bigger fan. So it would seem. 说到这里，克莱尔情不自禁地触摸着亨利的脸颊，好似在触摸那多年的爱人一般。Could we pretend just for a minute tha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've met? Okay. I've been in love with you all my life. 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，并彻底地坠入了爱河。于是亨利第一次邀请了克莱尔来家里，而这一晚注定是温馨且浪漫的一夜。后来他想要跟克莱尔求婚，于是他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戒指。可由于他的特殊情况和不确定性，他不敢保证是否可以给到女孩幸福，但他却真的不想错过令他无比心动的克莱尔，于是毅然决定将戒指戴在了女孩的手上。当看到戒指的那一刻，克莱尔顿时幡然醒悟，原来小的时候亨利最爱的那个人一直都是自己。Yes. Of course. 亨利想要将自己的幸福分享给去世的母亲，于是他来到了列车上，然后坐在了一个无比熟悉的人身旁。这正是他生命里举足轻重的另一人。此刻他眼含泪光，爱意也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。I love you. I mean your work. Your singing. Thank you. I appreciate that. People don't usually recognize me. My name's Henry. Oh, funny. I have a son named Henry, but he's just 3. I met a girl. And since I've been with her, I feel safe. I wish she could hear you sing.
Maybe she will one day. I'm really glad I met you. I'm glad I met you too. Make sure that girl knows how you feel about her. Your son loves you very much. I know. 上天给了他时空穿梭的魔力，却无法改变过去和未来的结局，他只能依依不舍地目送母亲，直至渐行渐远。很快便到了他们婚礼的当天，克莱尔已备好妆容，等待着嫁给那个爱了一生的人。然而好事总是多磨，就在婚礼即将开始时，亨利却再次不合时宜地穿越了。Oh shit！ 眼见婚礼即将开始，朋友只好手足无措地借口拖延。而就在此刻，年长的亨利竟及时地穿越了回来。What year are you from? You look like my grandpa. Don't worry. It all works out. Oh, great. 他迅速地换上礼服，还好没有错过。然而，当他转过身时，克莱尔也发现了异常。不过他并未觉得有何不同，因为他始终都是他，那个无比熟悉的他。What the hell？ Don't swear. We're married. 就这样，他们在神父的见证下完成了对婚姻的誓词。然而到了婚礼的晚宴时，亨利却再次凭空消失在了座位上。本以为亨利会错过，没想到在最后一刻，年轻的亨利再次穿越了回来。就这样，在一波三折之下，两人终于顺利地步入了婚姻的殿堂，也开启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。两人会窝在一起看书，也会一起制作爱的晚餐。然而下一秒，亨利就莫名地消失在了眼前。克莱尔只好一人收拾着掉落的垃圾，一个人吃着烛光晚餐，买的衣服也无人及时试穿。明明是两人结婚，可更多的时候，克莱尔却总是独自面对着家庭的琐事。虽然他知道亨利的多数时间是在陪伴小时候的自己，可亨利这次不仅消失了2周，还错过了本该团圆的圣诞节与新年，这让克莱尔多少有些难以接受。两人也首次因穿越而闹得不愉快。Can we talk about this? What do you want to talk about? How bad it feels to sit here and wait for you? I'm going to work. 在克莱尔下班时，亨利已早早地等待在了路口。他知道这并不是亨利的错，于是他径直地来到了亨利的身旁。毕竟这难得的相聚时刻，两人都不想这样度过。为了不让媳妇如此辛苦的工作，亨利递给他了一张彩票，而他也凭实力中了1等奖。It's cheating. 于是他们用中奖得来的钱买下了一处豪宅，从此走上了人生的巅峰时刻。他们邀请了好友一起庆祝，而就在大家开心地准备食材时，却意外听到了另一个房间发出的声响。当他们赶来时，才发现未来的自己已身受重伤。还不等他们反应过来，未来的亨利就消失在了眼前。他们顿时被这一幕惊呆。此时此刻，他们都陷入了沉思。克莱尔努力回想，他好像只见过40多岁的亨利，却从未见过他更老的样子。听到了孩子的到来，亨利喜不自胜。即便未来的自己终有一天要离开，至少还有孩子陪在妻子的身旁。于是，为了更为长久的陪伴妻儿，他找到了国内最权威的基因医生，想要了解关于时空穿越的问题。然而，医生却只以为亨利说笑而已，便只是简单给他安排了一项检查。而在检查的过程中，他很快的就会发现仪器罕见的未曾显示，而亨利也凭空的消失了。Oh shit！ 更让人遗憾的是，克莱尔明明上一秒还好好的，下一秒肚子却突然一阵疼痛，他不可思议的见红了。等到亨利赶到医院时，他们的宝宝已然保不住了。就这样，他们失去了两人的第一个孩子。不久之后，他们又失去了第2个孩子。于是他们再次找到医生求助，而经过医生的检查，他们怀疑孩子遗传了亨利的基因，不受控制的穿越出了子宫，而目前并未有治疗此问题的有效方法。然而，当他们从医院出来后，他们并没有发现有一个小女孩正偷偷地看着他们。为了妻子的身体着想，亨利建议领养小孩，可克莱尔并不同意。不只因为他想当一次母亲，更因为他爱亨利，也更想为他生下一个属于两人的孩子。于是妻子并不打算就这样放弃。可对亨利来说，妻子远比要一个孩子更为重要。于是眼见无法说服妻子，他只好独自来到医院，背着妻子做了结扎手术。而这也正是他与18岁的妻子相见时不愿说的那个秘密。随后他一摇一摆地回到了家里，并告诉了妻子自己做了结扎手术。 How dare you? Wait, you think that I wanted this life? This husband that disappears without any kind of warning? Do you think anyone would want that? I have a choice. Choice. 克莱尔的话让亨利伤心不已，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自己宁愿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和受罪，就是想生一个与亨利共同的孩子。可这个希望却被彻底抹灭了。然而让亨利想不到的是，1个月后，妻子竟告诉他了一个相当震惊的消息。I'm pregnant.
亨利顿时懵了。随后克莱尔告诉他，吵架后的不久，年轻的亨利便穿越了过来。那时的他还没有做结扎手术，也就是那一晚，克莱尔再次怀孕了。听到这里，亨利竟一时语塞。I mean, it's not like I cheated. 这一次，他们顺利地度过了18周，而经过检查，宝宝是一个可爱的女孩，并且很健康。克莱尔才总算放心了一些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给孩子起个好听的名字，变成了克莱尔的头等大事。而对亨利来说，孩子只要没有平安的降生，他那悬着的心便始终不敢落下来。而就在这一刻，他突然感到头重脚轻，随即便消失了。等他再次醒来时，却赤着身子出现在了动物园。等他收拾好打算离开时，一名小女孩看到了他，这正是在医院门口看着他们的小女孩。Daddy! 这也是亨利第一次在穿越中见到自己的女儿阿尔巴，而在与女儿的聊天中得知，阿尔巴遗传了自己的时空穿越本领。但不同的是，女儿更胜一筹，因她可以控制自己想要穿越的时间和地点。随后，女儿谈论到了家里所有人，却唯独未曾提到将来的自己。而亨利似乎也猜到了什么。How old were you when I died? It's okay. 5. 然而此时阿尔巴的老师找了过来，为了不影响到女儿的正常生活，父女俩只好不舍得相拥告别。I love you, Daddy. I love you too, honey. 看着女儿能健健康康的长大，亨利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。回到家之后，亨利为女儿起了名字阿尔巴，并兴奋地将遇见女儿的事告诉了克莱尔，却唯独未曾提起自己会在孩子5岁时离去。不久之后，两人的女儿便诞生了，家里也变得更加温馨与热闹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女孩也逐渐长大，与众多初为人母的妈妈一样，克莱尔会记录下孩子的每一个美好瞬间，一切似乎都越来越好。就这样，很快便来到了孩子5岁生日这天，克莱尔惊讶地发现自家的院子里多了一个小女孩。Your daughter. They're both your daughter. She's time traveling. It's kind of magical. 然而当女儿回到家时，克莱尔却发现女儿似乎不太高兴，于是趁着为女儿洗完澡的间隙，克莱尔试探地询问了原因。Daddy's going to die. No, she told me that Daddy would die when I was 5 years old. 泪水不由得在眼眶打转，可在女儿面前，他却只能强忍悲伤。随后，克莱尔不安地向亨利求证，可亨利却也无法确定这件事的答案。这天，克莱尔突然听到屋内传来惨叫声，当他赶到查看时，才发现亨利正躺在地上。原来他不慎穿越到了极寒之地，双腿已被严重冻伤，就算能保住双腿，也必须要在轮椅上度过几个月。而这期间，让人最担心的便是那不受控制的穿越。为了父亲的安全，女儿试图用自己的方法教父亲控制他。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，父亲还是消失在了眼前。这次他穿越到了自己的家门口，地上已堆满厚厚的积雪，圣诞节的烟花在天空绽放。极度恐慌的他忍着疼痛向屋内走去，却无意间发现另一个自己在妻儿的陪伴下离开了人世。他开始接受了自己终将离开的事实，而唯一安慰的是自己走的并不算孤单。后来他教会了女儿开锁的技能，也教会了妻子做爱吃的美食，一家3口好不其乐融融。然而这时屋外忽然飘起了雪花，女儿开心地在雪天打转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屋内的亨利此刻已眼含泪花，他知道圣诞节即将来临，而自己也终将离开妻儿。一股无法言说的悲伤和无力感顿时充斥在了他的心头。他多希望时间能停留在此刻，一转眼便到了圣诞节这天。他邀请了所有的亲人和朋友一起来到了家里，他不想自己离开后妻子太过于孤单。随后他将最好的朋友独自叫了出去，他与朋友告别，并告诉了朋友自己今晚会离开的事。朋友不舍得拥抱了他，而聪明的克莱尔很快就发现了他们的异常，他似乎也猜到了即将发生的事，泪水不由得浸湿了眼眶。Come on. 这种极致的无力感让两人都痛苦不已，他们紧紧相拥，生怕下一秒就再也见不到对方。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，他再次穿越到了一片树林，只见一只麋鹿正在自己的身旁，可麋鹿却忽然跑开，随后传来一声枪响，亨利被猎人射中了。可当他们赶来查看时，却只剩下了一滩血迹。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亨利再次诉说了自己的爱意。就这样，亨利在妻子的怀里永远地离开了人世。而在房间的窗户上，正残留着一个上有余温的手印。在此后的日子里，母女俩相依为命，一起默默思念着去世的亨利。时光悄无声息地流逝，一转眼便来到了4年以后。阿尔巴正在草地玩耍，此刻却突然走过来一个人，没有意外，正是亨利。Daddy, I knew I'd see you again. I knew it. 阿尔巴激动地让小伙伴去叫自己的母亲过来，父女俩谈着心，直到克莱尔的到来。话都不想再说，记得以后你要快乐。
世间没那么多烟火。我走后，你别太笑我，尽管有太多也不舍。 39. Alba's just a baby. Why didn't you tell me you were coming out? I would have been here waiting. I don't want you to spend your life waiting. 如果离开以后， I can't stay. I know. 得到的会是什么？是难过。亨利的人生似乎是短暂的，却也好似无比的永恒。对他来说，无法时刻陪伴妻子是亨利一生的无奈，可他却用了另一种方式穿梭在了妻子的生命里。如果无法改变既定的未来，那么不如把握好现在，珍惜那份来之不易的深情，爱他就用尽全力。